特朗普政府为纽约海上风电项目开绿灯，建设重回正轨。据开发商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已于周一撤销了对纽约海岸附近一个大型海上风电设施长达1个月的停工令。这意味着这项耗资50亿美元的帝国风电项目可以恢复建设。挪威能源巨头 Equinor 表示，该项目已获准恢复施工，预计未来将为50万纽约家庭提供电力。Equinor 首席执行官 Anders Opido 在一份声明中对特朗普总统找到解决方案，挽救了数千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继续投资美国能源基础设施表示感谢。他还特别感谢了挪威领导层就此问题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了沟通。我的观点是，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此举似乎与他一贯对风能的不待见态度相悖。他曾多次将风力发电描述为丑陋、昂贵且对野生动物有害，甚至在其第1个任期内就发布行政命令，暂停了新的风电租赁和许可。然而，这次的放行可能更多是基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考量。Equinor 此前透露，停工期间每周的损失高达5000万美元，如果项目取消，将是巨大的经济损失。挽救就业，维持投资，这些都是在选举年中可以被强调的政绩。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州州长 Kathy Hochul 也被 Opti 里提及，称其在项目恢复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表明，即使在联邦层面政策摇摆不定时，地方政府的推动力仍然至关重要。回溯事件，美国内政部部长 Doug Burgum 曾于4月16日突然叫停该项目，理由是拜登政府在审批过程中仓促，缺乏充分的环境影响评估。他引用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一份内部报告，其中对项目可能对海洋哺乳动物和渔业造成的影响表达了担忧。我的观点是，这种环境担忧的理由在政治博弈中常常被用作工具。虽然环境保护至关重要，但在不同政府的交替中，对同一项目的环境评估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解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背后的政治议程。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对环境影响有顾虑，那么在项目最初获批时就应该提出，而不是在项目已经完成30%之后才叫停。这更像是利用监管权力来施压，以达到某种目的。对于海上风电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全国海洋产业协会主席 Eric Milito 对特朗普政府的决定表示赞赏，称此举为重大投资铺平了道路，将激活美国造船业，创造高质量就业，并加速建设基础设施，为东海岸提供可靠的本土能源。他强调，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对电力需求的飙升，海上风电是全方位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观点是，尽管特朗普政府在风电政策上反复无常，但市场的巨大需求和行业发展的惯性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地位日益凸显。即使是秉持能源主导议程的政府，最终也可能在经济效益和就业压力下，对某些特定项目妥协。这次帝国风电项目的重启，或许预示着在未来的美国能源政策中，即使有政治力量的阻挠，清洁能源的发展也仍会找到突破口，只不过过程可能会更加曲折和充满变数。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